这是一所被日军关押着数百名女性的集中营，被抓进去的女人没有一点点人权，生活的更是连猪狗都不如，稍有反抗的就会被扒光衣服当众鞭打，运气好的会剩半条命，受不了折磨的尸体就会被就地掩埋。女人们白天干着繁重的农活，晚上成了物品被畜生们放肆玩弄。有人被逼疯想要逃离，可日军有机枪，四周高墙耸立，墙上还有电网，每天死去的女囚多不胜数。但日军的侵占从不间断，每天被抓来集中营的女囚数量只多不少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无疑是人间炼狱，而她们也明白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那么自己的命运也会如此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想办法逃离这个地方。阿美和金发妹达成共识，决定有机会一起越狱，而旁边的长发女却认为这里根本逃不出去，还不如留在这里。哑女听到了，走了过来，苦苦哀求阿美他们带着自己一起离开。几人决定从长计议逃跑计划。到了晚上，女囚们正在吃饭，一个女人欺负盲女看不见，把盲女的食物倒进自己碗中。阿美愤怒地站起来，又将饭倒了回去。谁知那个女人也是一个狠角色，直接一碗饭盖在了阿美的头上。两人随即大打出手，其他女囚见状也开始发泄自己心中压抑已久的情绪，瞬间整个食堂变成了大混战。一群女人毫无目的的打架，扯头发、扒衣服，更有甚者拿着板凳拍人。直到典狱长到来，在他的震慑下，女囚们才安静下来，还告诉他们一个任务：今天将会有许多上级军官来这里视察，要选人去服侍他们。女囚们颤颤巍巍地挤在一起，他们自然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只能心中祈祷被选中的不是自己。可总有人倒霉，但不幸的正好是阿美、金发妹和盲女三人。面对毫无人性的日本军官，当晚迎接他们的将是永生绝望的一夜。被日军抓进集中营的女人有多惨？鞭子抽得皮开肉绽，耳光打到鲜血横流，生活的更是没有一点点人权。女人们白天干着繁重的农活，晚上成了物品被畜生们挑选玩弄。军官挑中了阿美、金发妹和盲女三人，他们被带进了房间。晚上，整个夜空回荡着禽兽的笑声以及屈辱的哭泣。第二天，他们几人的衣衫全被撕破，相互搀扶着走了出来。身体没有一丝力气的阿美踉踉跄跄地来到食堂，想要找点食物填饱肚子。刚打开锅盖，一个男人突然冲出，捂住嘴巴将他拉到角落。他本想挣扎，可男人却说出了一句暗号。阿美瞬间冷静下来，因为那是抗日游击队的口令。男人名叫老崔，是组织派来营救他的。原来阿美被抓之前和自己老公都是游击队队员，两人负责把一批金条交予组织，就在行动中被日军埋伏，丈夫不幸身亡，而阿美是唯一知道金条位置的人。老崔潜伏到此，就是为了接应阿美，帮助她越狱，然后找到金条用来购买武器。男人告诉阿美今晚做好逃离的计划，阿美并没有忘记和金发妹的约定，晚上的时候把他们一一叫醒，打算一起逃出去。阿美几人按照计划和老崔碰面，老崔递给了阿美一把钳子，并叮嘱要躲在草丛中，自己去趁机关闭电网电源。之后大家一起翻墙逃出去。老崔来到了电器房，可是分不清哪一个是电网的开关，于是剪断了所有的电线，整个集中营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中。而日本兵开始警戒起来，阿美几人趁乱剪开了铁丝网逃了出去。他们相互团结，爬过草丛，趟过了小溪流，穿过巨大的排水管，想要逃得越远越好。另一边老崔中了一枪也跑了出来。逃离的他们成功会合，可还来不及高兴，一个巨大的探照灯亮起，无数个日本兵纷纷赶来包围了他们。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其中有卧底存在。老崔身中数枪倒了下去，临死前他告诉金发妹，他们在集中营还有一名卧底，他会继续帮助你们逃离魔窟，而没能逃出去的女人们，回去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非人的折磨。6个被抓回来的女人被日本士兵绑在地上，天上烈日当空，几人的皮肤被晒得崩裂。这是一个翻译官向长官建议，这样晒死他们根本没用，应该放他们一命。找到藏匿的金条，长官觉得此举不错，但他不知道这个翻译官正是另一名潜伏在这里的卧底老周。由于内奸的通风报信，阿美身份被暴露，典狱长对阿美施以酷刑，但坚强的阿美只向典狱长透露了一个滚字。另一边老周找到金发妹，告诉了他再次逃狱的计划。直到深夜，被折磨到半死的阿美才被扔回监狱。女孩们看见阿美的惨状，无不痛心叹息。第二天，女囚们在外面干活，老周也把目光看向停在那里的一辆汽车，他瞅准机会给金发妹他们暗示。几人带着重伤的阿美快速上车，老周踩下油门冲着大门撞去，可刚好一辆卡主正要进来，只能连连转动方向盘。日军也开始举枪射击，老周直接加大油门从高墙斜坡上一跃而出，竟然飞过了围墙。而典狱长这边也露出了邪恶的笑容，逃出去的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大批日军也开始出发追赶他们。很快汽车开始抛锚，无奈只能弃车逃跑。
众人来到了一处溪流边，就在休息时，盲女突然听到石头碰撞的声音，她循声找去，却摸到了一双做记号的手，此人一定就是上次出卖他们的那间。但盲女看不见他是谁，结果被那间举起石头给砸死了。老周发现盲女不见，他转身寻找，看到的只有水中的尸体与地上的白色记号，他瞬间就明白了，然后盖住原来的记号，又做了一个错误的新记号。赶来的日军果然上当，顺着标记落入了埋伏已久的游击队包围，双方拼杀惨烈，日军的军队所剩不几。而另一边，阿美带着他们成功找到了藏匿的金条。就在几人高兴时，一道枪声突然响起，长发女身中一枪，原来这个短发女就是内奸。愤怒的阿美冲上前去，但是却连中数枪，英勇的牺牲了。金发妹见状扑上去和内奸扭打在一起，可她终究不是特务对手，被对方打得没有还手之力。危急时刻，老周赶到和特务打斗了起来，眼看不是对手的特务起身向洞外跑去，可是被外面埋伏的日本兵乱枪打死。知道被包围的老周趁机跳出来，和敌人展开了决斗。金发妹也和典狱长扭打在了一起，他将之前受到的屈辱化作力量，将典狱长塞进铁桶中，并滚下山崖活活摔死。看到老周还在和军官战斗，金发妹捡起地上的枪，解决了战斗。一名受伤日本兵爬了起来，开枪打死了金发妹。越狱的女人全部牺牲，他们死得悲惨，但也成功帮老周找到了金条。这是一部来自邵氏的老电影，从这个电影可足以看出那个年代的残酷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